我是 Mandy， 来自 Ivan，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们是新来的朋友，欢迎你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点击 Notification Bell， 就是通知铃铛，来收到最新的影片，好不好？好，那么呢，今天我非常开心，因为我 involve 在一个 YouTube collaboration。非常的开心和荣幸哈，因为呢，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在 Food Group 里面哈，然后他就介绍我进去一个 YouTube collaboration， 从当中认识了5个非常优秀的 YouTuber， 那么专门做食物的，而且是 Malaysian YouTuber， 我们就一起选了呢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来做我们的这个 video， 那么是 Malaysian 都懂的一个食材啊，就是斑斓哈，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很多斑斓做的东西，对不对？非常的香。那么呢，他们5位呢，我都放了他们的 video link， 还有 YouTube channel 在下面，请你们去查看 ，subscribe 他们好不好？那么非常的好吃，他们都做了这些东西哈，就是 Little Duck's Kitchen 做了斑斓 onde， 那么 Philippine Story 他就做了斑斓 Coconut Jelly Layer Cake。Apron 就做了斑斓 Mousse Cake， 还有 City Life Meal 做了斑斓 Fried Chicken， 还有 Cooking Apa 做了 Nasi Lemak， 都是当地非常熟悉的食谱，对不对？那么我希望你们都去 click 来看看。那么今天我做了什么呢？我呢就做了斑斓 Chiffon Cake 那么这个呢也是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的，不过通常你们看到的呢都是斑斓 Sponge Cake。那么今天我选择做了斑斓 Chiffon Cake， 为什么呢？因为它非常的潮湿，不会干燥的，而且非常的蓬松，你压下去它会膨胀回来的，而且呢它没有用任何色素的，就是 purely pandan leaf 的 flavor， 非常 original， 而且很香。那么我很喜欢它的 color 哈，所以呢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就一起开始。好，一开始让我们来准备我们的斑斓叶。我的呢就是去我的妈妈的那个花园去采的哈，因为新鲜越好吃越香。我采大概12条左右的斑斓叶，把它们切成这样子小片，这样子可以方便我们等一下搅的时候呢比较快速的可以搅拌均匀哈。好了之后呢，把它们全部加入一个 blender 当中，加一些水，给把盖关上之后就拿去搅拌，把它们搅到碎为止。搅到你没有看到任何大片的叶子之后就可以了，把它们取出来之后倒入一个筛子，下面放一个测量的杯哈，然后呢就用刮刀这样子把它们挤压，把这些斑斓汁挤压出来哈。我们要取出150毫升的斑斓汁，记得一定要整150毫升，要不然蛋糕会太湿，好不好？好，现在在另外一个大碗当中呢，加入你的5颗蛋黄，我用 Grade A 的鸡蛋，就是大理的鸡蛋。加入细砂糖、植物油，然后再加入你的斑斓汁，然后继续的打拌到它们均匀为止。哇，好漂亮的颜色！好，哪一个筛子呢？加入面粉，还有玉米淀粉。如果你们有低筋面粉的话呢，你们就要加入2个加起来的数量哈。然后加入发粉，还有一些的盐，把它们全部过筛下去。这样子可以免掉一些颗粒。用刮刀这样子翻拌的手法来翻拌碗的旁边，然后还有碗的中间，直到呢你的这个没有看到任何粉状就可以停止了，不要翻拌过头。好，现在在另外一个大碗当中呢，确保碗是清洁的，之后加入你的蛋白，
5颗，大概180克的左右，然后继续的用机器来搅拌到它们发泡泡为止。看到发泡之后呢，就可以停止了，加入一些的柠檬汁或者是搭搭粉，再继续搅拌。这个可以确保你的蛋清可以稳定比较稳定。好，打拌到它们稍微软性发泡了，有 soft peak， 就加入你的细砂糖，之后再搅拌。细砂糖分成3到4次，慢慢加入，一面加入一面打拌打拌到你开始看到它们有纹路了，而且呢开始有光泽 shining 了，之后你就可以测试一下。把你的搅拌器提起，你会看到它们有稳定的尖角，这样子的这样子非常高的尖角的，就可以停止了，不要再打拌了。之后呢，用刮刀取出1/3的这个蛋清，之后就把它们加入这个斑斓混合物当中，来慢慢的搅拌。非常漂亮，我很喜欢看它颜色的混合。好，搅拌好之后呢，再加入第2部分的蛋清，继续的搅拌。记得要轻轻的搅拌这样子才确保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气泡呢消耗掉。然后再加入最后一部分的蛋清，继续的搅拌。它的颜色非常的漂亮，对不对？非常清淡的青色。现在看起来是这样你看 ribbony stitch 的丝带这样子。搅拌到它们这样子的状况就可以停止了，不要搅拌过头。那么呢，准备8英寸的这个戚风蛋糕模，大概21到22厘米左右，把它们全部倒下去。那么记得不要涂油在你的这个蛋糕模具上面因为这样子蛋糕才可以膨胀起来跟着你的这个蛋糕模的墙。把它们烧给它平之后呢，就敲敲2下，把它们放进烤箱。160度45分钟左右。好了之后呢，调180度烤10到15分钟左右，就完啦。你看这个蛋糕真是膨胀起来用牙签测试一下，那么呢它完全没有这个蛋糕屑，就是熟了。把它们倒立要立刻倒立到它们凉透为止，这样子你的蛋糕就不会萎缩。好了之后呢，我把我的蛋糕那个凸出来的部分就切掉，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布置一下，用淡奶油糖霜上面有食谱影片我这次用 Wilton 4B 的这个裱花嘴来做一些小布置。那么呢，你可以不要布置也可以，可是呢，我觉得加这个淡奶油下去的戚风蛋糕更加的好吃。然后就完成喽，蛋糕，漂亮吗？一个蛮简单的布置现在我们来切里面看看好不好？你看，那蛋糕非常有弹性。哇，你看，它里面的颜色是更加的深的这个青色非常非常的 refresh， 看起来。这个蛋糕非常的蓬松而且呢不会干燥。我们来看一下里面，你看它是又轻盈又蓬松，却不会干燥，因为有很多的汁还有油在里面很好吃。加一些的淡奶油糖霜在上面更加好吃，而且你看很有弹性，挤压下去是咚咚，撕开来你就知道它是有多么的蓬松了。
一个非常好吃的蛋糕哈，建议你们做来吃，好不好？那么呢，如果你们还没有看我上个礼拜的 video， 请记得观看。那么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请记得订阅我，还有记得看我的那个 YouTuber， 我们一起 collab 的班蛋 video， 好不好？那么 link 在下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